会让我第一时间很冲动的就预购的一个原因。大家好，我是阿莫。今天我只想要专注一件事情，就是用最纯粹的摄影师眼光来审视 iPhone 17 Pro， 看看它能够为我的日常创作带来怎样的质感跟新鲜感。在拿到 iPhone 17 Pro 的这2个礼拜期间，我都放下了我最心爱的 GR， 直到这支影片完成，都是只能用这台 iPhone 17 Pro。这就是我的 iPhone 创作日记。作为一个常年使用 GR 的摄影师，我已经非常习惯使用定焦的镜头去做拍照，改变构图你只能靠双脚来移动。然而 iPhone 17 Pro 都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创作的规格，我们只要靠着画面的缩放，我的 iPhone 17 Pro 就具有13影院到200影院的一个焦段的变化，这是个涵盖非常广的一个变焦的视角。你可以在拍照的时候切 0.5 倍、1倍、2倍、4倍、8倍，其实你就是在13影院到200影院之间不断的变化这个过程。现在我只要站在一个有趣的街角，然后在萤幕上滑动手指头，我就可以不断的去变化所有的焦段，去拍出超广角的整个环境感的拍摄，或是长焦的一种特写细节之间的无缝切换。这意味着我只要站在原地，用不同的焦段就可以拍摄不同的故事感。这一刻我就变成一个懒惰的摄影师，但是我必须承认我非常的享受。说到画质， iPhone 17 Pro 之所以让我放心，原因是因为它3颗的后置镜头就是 0.5 倍、1倍、4倍，皆是使用4800万画素的一个呈现，所以代表它整个核心焦段都可以使用最高画素来拍照，确保创作的一致性。这是让我下定决心去换 iPhone 17 Pro 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它让我觉得这是可以在创作上用很久很久的一个摄影的设备。只要你对摄影有一点涉略的话，你一定了解 RAW 这个档案它具有强大的后置潜力。但问题来了，4800万画素的 RAW 档案有多大？大概是75MB 到80MB。iPhone 17 Pro 为了解决这个痛点，它提供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 ProRAW 有损压缩。当你进入那个相机的设定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ProRAW 的有损压缩选项 XL。当你开启了这个有损压缩之后，原本的 75MB 的 RAW 档案大小就被压缩成 15MB 了，整个档案缩小了1/5。它可以让档案在缩小的同时，又保持 RAW 档这种极高的后置宽容度。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在拍摄与创作高画质跟想要多拍这2个之间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譬如说我今天在拍摄在街头上的鹦鹉，我就使用 ProRAW 有损压缩去拍照，我把这鹦鹉的羽毛放大来看，根本看不出差别。那你可以保持着小档案的同时，又可以得到最高的后置的空间。这意味着我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拍摄大量的废片。而摄影的进步正来自于这个反复尝试的过程。iPhone 这个 ProRAW 有损压缩带来的不只是档案的缩小，而是在于你在拍摄的过程，你有更多的尝试以及犯错的空间。这一次的4倍镜不只是画素支援4800万画素，它同时也是人像模式的主力镜头。这颗等效100影院的镜头解决了我过去使用 iPhone 15 Pro Max 的一大痛点。5倍镜就是视角太窄，尤其在拍照的时候过程要退得太远，在许多场景下面难以构图。iPhone 17 Pro 它的对焦距离大概是75公分左右，拍摄人像的这个部分真的变得蛮方便的。我一般人像的标准焦段是85影院 ，iPhone 17 Pro 的4倍镜是100影院，所以它比85影院稍微狭窄一点点，可以带来更强的聚焦感，让主体从背景中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 ，iPhone 的人像模式，无论从背景虚化或是长焦的压缩感，都有一个令人惊艳的一个进步。当我用4倍的长焦拍摄人像的时候，景深的过渡非常的自然，边缘的处理尤其的出色。当我看到画面里面的那些杂乱的背景变成一片柔美的光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清楚，是一种精心编造的一个美丽谎言。我很难不被眼前的画面所说服。手机摄影的本质
或许是科技为日常赋予一种浪漫的滤镜，而 iPhone 17 Pro 的人像模式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之所以钟爱 GR4，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它的独特的色彩。从 iPhone 16开始，它们就引进了新的调色盘跟滤镜，然后在最新的 iOS 26搭配 iPhone 17 Pro， 更推出了专属的明亮滤镜。过去摄影师总是在追寻各家相机独有的色彩科学的呈现，手机摄影走向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道路，就是色彩的普及化。而苹果的明亮滤镜正是这个哲学的一种体现。自 iPhone 导入计算摄影之后，阳光下面的人像的肤色一直是个很大的痛点，会显得偏黄、偏脏，有时候还因为 HDR 的计算而显得非常的不自然。而我认为明亮滤镜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苹果的解决方法通常都是透过海量的数据分析去订阅一种最大的美感公约数，因此一种绝大多数人觉得好看、最讨喜的现代风格的人像模式就此诞生。当你按下快门那一瞬间，它已经完美的分析主体光线跟背景的光影的分布，然后给你一个最佳化的成果。这是一种极为高效而且符合社群需求的一种普世美感。它或许削弱的一个个人风格，但是不可否认的，它真的很好看。谈到 iPhone 摄影真正的魅力就不能不提它对夜晚的一个重新诠释，也就是夜间的模式。传统的相机在拍摄夜间的时候，总是离不开脚架长时间曝光，或者说你要牺牲画质提高 ISO 去拍照。而 iPhone 的夜间模式完全走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当你按下快门的几秒当中，它会拍摄数十张不同曝光的照片，重塑一个更明亮、更干净、超越肉眼的理想化的夜晚。因此当你拍摄星空或者极度昏暗的场景的时候， iPhone 最终呈现的往往比肉眼所看到的更明亮、更丰富，细节更多。这又是计算摄影带来的夜景的呈现。它或许不是我们记忆中那种充满神秘氛围真实的夜晚，但是它确实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数位夜景美学。它追求的不是一种记忆的还原，而是一种超越真实、极致清晰的干净质感。谈到夜晚， iPhone 还藏了一个更直接的玩法，就是善用它重新设计的闪光灯。这一次最显著的改变就是闪光灯的位置，它不再临近镜头的上方，而是被移到最右方，拉开了与镜头之间的物理的距离。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却解决了过去闪光灯只打过于平直而且不自然的感觉。我不确定官方的规格是否有提升这个闪光灯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拍摄的时候，这个 iPhone 17 Pro 新的闪光灯打出来的光线既柔和又立体，效果出奇的好。因此我在夜晚拍摄人像的时候，几乎都会开启闪光灯。例如背景有个绚丽的霓虹灯，闪光灯能够恰到好处的打亮人物，使人物与背景达到一个完美的光影的平衡，营造出一种充满时尚的氛围。小提示，在相机的界面当中，你要将闪灯从自动切换成开启，那确保每一次都能强制开启闪光灯拍照。而我更发现了一个堪称秘技的拍摄组合：闪光灯加人像模式加明亮滤镜。当三者叠加之后，你在拍摄的过程，你就会得到一个氛围感十足而且肤色非常好看的人像照片。这几乎是我认为 iPhone 17 Pro 最强大的一个隐藏拍摄技巧。如果你手上有 iPhone 17 Pro， 请务必一试。这个有个我觉得有点 bug， 就是我蛮不喜欢的地方。17 Pro 它明明主镜头是4800万画素，然后开启闪光灯之后会怎样子？它变1200万画素，我连2400万画素都不能用，它就变成你用最低规格1200万画素来拍照。有时候我对想要拍出高品质的人像模式加闪光灯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需求达不到我的要求。iPhone 跟其他的手机摄影最大的分水岭不在于拍照，而是在于录影的追求。我认为在手机上面去追求录影的极致才是对的方向，
因为小小的镜头里面，它在做宽容度跟录影的表现的话，它事实上可以做到专业的录影规格的一个能力。因为录影所强调的是色深、色彩跟宽容度。我自己私心觉得，在手机里面追求录影才是王道，而不是追求拍照。iPhone 它会有一个所有手机厂商都难以企及的地方，就是在录影过程3颗镜头的一致性，它的颜色不会因为你用超广角或是1倍镜或是4倍镜，它颜色都跑掉，不会，你会觉得好像在用同一颗镜头在切来切去的地方，这种滑顺感，这是 iPhone 难以取代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使用 iPhone 这3颗镜头在录影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一颗镜头，这是 iPhone 一个摄影强大之处。在 iPhone 的拍摄里面，变焦不再是改变视野，而是一种强大的叙事工具，一种镜头语言，你可以用它来引导观众的视线，然后制造戏剧张力。更离谱来了，将你的录影推到更高的层次的时候， iPhone 的潜力才刚刚开始。当你开启了 iPhone ProRes 的时候，整个画面就变成 log 模式，画面变成灰灰的。很多人认为 Apple Log 这个档案是非常难用的，因为它档案非常巨大。怎么巨大呢？我如果录影10秒钟，它就会吃掉1GB 的空间，换取这个极致画质的代价。透过简单的一个后期处理，其质感就完全不逊色于专业相机，这就是 Apple Log 的魅力所在。有趣的是，当我开启 Apple Log， 对我而言，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导演思维，它每一秒都在烧干我的硬碟空间，1TB 的空间只能录1个小时，所以这感觉对我来说很像进入一个传统底片的一个拍摄模式，每一秒都非常的珍贵。我在拍摄当下会更注重光影跟构图，而不是随意的记录。通常要应对这种庞大的工作流程，我都会习惯外接 SSD 进行录制，这个非常方便，不仅解决容量焦虑，更能简化工作流程。如果录在 iPhone 本身容量里面，这么大的容量传输到我的电脑才能工作，外接硬碟就解决这个问题。我直接将硬碟接到电脑上，就可以直接开始剪片，整个过程流畅的不可思议。接下来我想聊聊一个会让我第一时间很冲动的就预购的一个原因，就是 OpenGate 全开片嘛。iPhone 17 Pro 这样 OpenGate， 它可以用到整个感光元件的潜力，这是专业相机才有的功能。很多人不知道 Apple OpenGate 是什么。OpenGate 事实上就是很多专业级摄影机才会有的功能，就连我常用的 Sony FX3 也没有这个功能。而区区一台 iPhone 竟敢有胆识去开放这个功能。如果你说你有在涉略录影这一块的知识的话， OpenGate 竟然还要搭配 ProRes RAW 才能录影。ProRes RAW 你知道什么吗？是录影里面的画质的最高殿堂、最高画质的一个地步。以前你想录这种规格的话，你还要买个外录机耶，你才能录 ProRes RAW， 这个超级离谱的。像现在录我就是 ProRes RAW， 真超级离谱的，我一支 iPhone 就可以了。这几乎就是将这一块感光元件的潜力压榨到极致，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超夸张的。简单来说，如果你从画面来看的话，你开启了 OpenGate 就会从16:9的一个画面规格变成4:3的规格。那4:3就是 iPhone 的感光元件的面积，我们拍照4:3嘛，就等于说我们在拍照可以用到全部的感光元件的画质，可在录影的话只能用2/3的画质。OpenGate 就是给你 4.2K 的解析度，等于说你在使用 OpenGate 的时候，给你的绝对的创作自由。我在事后我想要裁成直的，比如说我想拍到 IG， 那我就裁直的就可以了。那如果想要做 YouTube 做16:9，我可以做16:9。那我使用4:3就变得很复古的感觉。所以怎么说呢？ OpenGate ProRes RAW 它是一个万能的母片。无论是后期的缩放、平移、放大，或者在不同的社群里面呈现，都游刃有余。你听我说到这里，你就会觉得哦，讲得神乎其神。可是 ProRes RAW 档案有多大？不对，应该说很多人都这样想。哦 ，OpenGate 听起来很棒啊，可是它是专业格式，而且 ProRes RAW 档案实在太大了，真的很难用，不可能使用它的。那么我们就要说到一个iPhone 一个最强大的一个 APP 叫做 Blackmagic Camera。 在日常拍照的时候，我也不会随身带着我的 SSD 外接硬碟，我有时候遇到很好的画面，这时候我就会开启 Blackmagic Camera， 因为它可以使用 H.265 的编码，
什么叫 H.265 编码？就是一般来说，你使用 iPhone 的内建的录影，它都是 H.265 的编码，你会得到一个 H.265 的 OpenGate 的画面。所以你现在看的展示的很多画面，都是我使用 Blackmagic 的 H.265，然后加上 OpenGate 所拍出来的画面。如果你使用 Blackmagic Camera， 唯一的限制就是说，它只能拍30 FPS， 这是唯一的缺点，但是也是小缺点而已。可是你换来的是极小的档案体积跟随时开拍的便利性。像我这样创作者而言 ，OpenGate 绝对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是足以改变整个工作流程的一个革命性功能。最后，我想聊聊一个彻底让我改观的一个新功能，就是 iPhone 的自拍模式前置镜头。在过去，我一直认为使用 iPhone 的前置镜头录影是个非常的别扭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在使用 iPhone 前置镜头的时候，我们拍横的就这样横着拿，那横着拿的时候，很容易的，我的眼神就会漂移。明明我知道我要看镜头，可是我常常就不小心看我自己，那我眼神就这样歪歪的，这样在录影，超级难看。所以啊 ，iPhone 17系列真的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它竟然破天荒的使用天才般的设计，正方形感光元件。我多希望所有的相机都使用正方形感光元件，因为我们镜头事实上它是个圆的，后面最好就是用正方形感光元件。这样子的话，圆的镜头我想要怎么裁切、怎么用，都是可以进行设置的。我可以拍正方形的，我也可以拍长方形的，我也可以拍直直的。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中的功能，第一个做出来的居然是 iPhone 17前置镜头，这点是超夸张的。iPhone 17彻底改变这一切，所以我们在很直观的体验就是说，它实现了构图自由，所以我可以这样拿着直直的，就拍出横的画面。虽然很小的功能，它背后的一个革新真的是超乎想象。你在只拿手机的时候，你的眼神会自己朝着镜头看，你就不会一直飘你的眼神。你在拍摄 Vlog 的时候，感觉好舒服、好轻松。所以 iPhone 终究成为了一个 Vlog 神器。在日常的 Vlog 记录里面，我认为它超越了所有的设备，真的超可怕。所以如果你的主要的需求是拍摄 Vlog， 事实上你买 iPhone 17就够了。它是目前最方便、最好用的一个摄影工具。当我手持着 iPhone， 然后走在路上分享我的想法的时候，所带来的亲近跟轻松感，会让我重新爱上了自拍。也可以鼓励我去录制更多的影片，与你分享我的观点。最后是 iPhone 17前置镜头所带来的改变，非常具有革命性。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深度相处，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提问 ：iPhone 17 Pro 究竟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日常创作工具？我的答案，它强大到抹去了技术这个门槛。它用全能的焦段解放了我们对空间的想象。还用聪明的演算法为我们重塑了白天跟黑夜的场景，还用影视级的专业录影，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画面讲一个好故事。他一直在做的就是把我们过去需要大量经验、技巧，甚至昂贵器材才能达成的专业级影像效果，都变成一个触手可及的一个日常行为。因此，当我使用 iPhone 17 Pro， 发现无论在录影或者在拍照，都变得这么简单，而且具有高效的一种状态。就可以很轻易的拍出美的画面。而我身为一个 GR 摄影师，当我拿起了 iPhone， 当我拿起了 GR， 到底我想要如何用它来创作呢？下一集我将带着这个无所不能的 iPhone 17 Pro， 以我最信赖的 GR4 一同走上街头，将会是一场关于工具跟灵魂的对话。记得订阅，我们下期见。